姐，你这是……周红林话没说完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周父就伸手过来抢走了他的手机。红林，你专心开车。周父沉声吩咐着儿子，然后对着电话那边的女儿说道：你敢让海童赔偿试试？周红英听到父亲的声音，就委屈地叫喊：爸，任辉把任明打了。做儿子的犯了错，当爸的打他一下怎么了？你们小时候不听话，被我揍的还少。周红英，爸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怎么听着你是偏着海玲姐妹俩了？哎，我才是你女儿呀，你亲生的女儿。就算任明犯了错，他还是个孩子呀，能犯多大错呢？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啊，不过是打了洋洋几下而已。任明说是小宝哭了，小宝说洋洋打他，他当哥哥的才会替弟弟出气，也就踹了洋洋2脚，打了几个耳光，能把洋洋打进医院。哎，我看他们就是小题大做。周红英绝不承认自己在派出所看过了自己家里的监控，监控画面显示洋洋被他大儿子连抽了好几个耳光，两边脸被打的次数都算在一起的话，就有点多了，大概有10几下这样。警察同志也看到过任明红肿的脸，还有身上的皮带伤，但他们就是装眼瞎，半句话不说，反而一个劲地说他的儿子心太狠，对一个2岁多的孩子下狠手，还说如果不是海童赶到，洋洋会被他儿子打死。小孩子嘛，又不知道会打死人的，下手没个轻重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总之呢，周红英就觉得只要洋洋没死，他儿子就是对的。哪怕监控显示是小宝先去打洋洋的，洋洋还手了，小宝才会哭喊说洋洋打他。自家的孩子当然得护着，有错也尽量说没错，别人家的孩子死活关他什么事啊？这就是周红英的心理啊。派出所的人对任明口头教育了一番，又勒令周红英夫妻俩要带着任明登门道歉。那若是海玲索要赔偿，他们也得赔偿。那在派出所里呢，周红英被警察驳得无话可说，但内心是不甘的。从派出所出来后，周红英还骂老公没用，自己家里的监控都不知道提前删除。那让警方看到了监控过程，本来他们家吃了大亏的，现在反而成了他们家的不是。他们家被砸了，警察叔叔就看不到啊。洋洋从来不会主动去招惹小宝，哪一次不是小宝去招惹他？去了你弟家里，小宝就抢洋洋的玩具，洋洋有什么吃的，他也要抢。周红英撇撇嘴，说道：小宝在我家里是最小的，难免宠一点，霸道一点。爸，这跟我要向海童索赔有什么关系？她的婆家人把我家里砸了，害我损失惨重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损失了好几万元呢。周父冷冷地道：砸得好，要是我在场，我不仅要把你家里砸了，还要把任明打一顿。我和你妈从他出生开始就用心照顾他，把他带到这么大了，他居然对我孙子下死手，就砸你家里怎么了？哎，我还要谢谢海童替我出了口气。周红英，你要是敢向海童索赔，这辈子你别再回娘家，也别再叫我爸。还有这10几年来，我和你妈花在你家里的钱，你都还给我们，我记着账呢。从你弟上班开始，他每个月给我们2老的生活费，也都花到你们家里去了，他得到什么好了？自己的亲生儿子被你儿子打进了医院，你别说海童他们小题大做，我都问清楚了，洋洋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抢救了很久，医生都在骂施暴的人心狠手辣，洋洋伤成怎么样我也看到了。我们刚从医院出来，回你家里收拾东西去，以后我和你妈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，你的儿女你公婆帮你带就带，不帮你带你自己带啊，那是你生的，不是我们生的。我们当父母的生养了你，供书教学，那是我们的义务，但我们没有义务再抚养外孙。周红英，爸，你是不是被海童下了降头呀？反过来帮着他说话了。你要和我妈搬回去住，家里就你们俩，我怎么放心？任明也被打得狠了，爸，你都说了，那是你一手带大的外孙，你就不心疼一下？周父冷冷地道，他那是该打，
他被他爸打得父亲骄子，我当外公的插什么手？任明是我外孙不假，洋洋却是我亲孙子。外孙带个外字，能跟我亲孙子比吗？任明姓什么？他姓任，洋洋姓什么？洋洋那是跟我姓周的，是我周家的孙子。平时怎么样，我可以不在乎，但这一次洋洋被打成这样，我当爷爷的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不会对外孙动手，怎么说也是自己带大的，但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儿子儿媳要离婚，那是两夫妻的事，不影响他当洋洋的爷爷。那亲爷爷看着孙子被打进了医院还无动于衷的话，他还是人吗？周红英，爸，我不向海童索赔了行不？你和我妈别搬走啊，搬走了我怎么办呀？我还得上班呢。那周父没有再说话，直接挂了女儿的电话。他这次是被气得太狠了。爸，你和我妈真要搬回家去住？咋的？你儿子被你外甥打成那样，你还想让我和你妈继续带你外甥？对他们再好，那也是别人家的孙子，人家当爷爷奶奶的，舒舒服服的，什么都不用管，孙子就被我们带那么大了。我自己的孙子我没有帮带就算了，在孙子受了委屈，被打成那样，我还去表扬任明不成？你别觉得爸是站在海玲姐妹那一边，爸不是，爸是站在洋洋这一边。洋洋才多大？2岁零5个月，走路走得快一点还会摔跤，一巴掌都难以承受。任明是才10岁，可他长得高大结实，像14、15岁的少年一样。他连续抽打洋洋的脸，洋洋能承受得起啊？我们该庆幸海童带着人赶到阻止了任明的暴行，否则洋洋被打死，他们家说不定就口供一致，说洋洋自己摔死的呢。周红林呢，不敢再说话。那周父难得的站在孙子这一边，海童他们不知道。洋洋的脸经过用冰块敷过后，稍微消肿了点。他一直哭闹着要回家。海童去问过医生，医生说可以出院。不过要注意点，宝宝受到太大的惊吓，可能会发烧。傍晚时分呢，一行人呢送着海玲母子俩回家。海童不放心洋洋，他拉着战印走到阳台外面，对战印就说道：“我今晚留在我姐家里住，陪陪洋洋，可以吗？”战印内心是舍不得的，他现在对海童的感情处于上升期，巴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黏在一起。但洋洋这样子，他当小姨的想留下来陪陪洋洋，他得理解。战印，海童见他眼神深深地看着自己，2片薄唇抿得紧紧的，就是不说话。他小心地问着：“你不同意？”医生说洋洋可能会发烧，我姐一个人照顾他，我不放心。一只大手伸过来，落在他的脸上。战印的手变得特别的温柔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。那温柔的感觉像春风拂面，海童都想闭上眼睛，慢慢享受这种少见的温柔。照顾洋洋的同时呢，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他说话了，声音一如以往般的低沉，但少了几分冰冷，多了几分温情。我会的，有什么事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别把我排除在外。战印始终记着他面对海之亲等小混混的时候，英勇得很，把小混混们全都干翻在地上，让他连英雄救美的机会都没有。海童笑，他飞快地瞟两眼大厅，见小叔子们并没有看出来，他伸手就搂抱住战印健壮的腰肢，把头脸都贴靠在他的胸膛上。老婆投怀送抱了，那战印自是不客气地反手搂抱着他，他就喜欢他填充他怀抱的感觉，拥着他娇软的身躯，让他心情特别美丽。苏南问他爱了吗？战印想，或许啊，他这样已经是爱了。战印，谢谢你。每次他遇到困难时，都是他陪在他的身边，帮着他，安慰着他，他就像一个超人，无所不能。感动的次数多了，渐渐就变质，变成了喜欢。战印在心里叹口气，苏南说，感动不是爱。不过感动是爱的开始吧。海童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别老跟我说谢谢，让我觉得你把我当成了外人。海童在他怀里闷声说道，
但我们签了半年协议的，谁知道咱们的夫妻关系还能维持多久？战印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扔掉我的那幅画，我想起来了，背面是协议内容。我当时不把那张纸当一回事，顺手就放在梳妆台上，后来我就用来画画，结果被你毁了呀。战印黑眸闪烁，哇，他这么快就想起画的反面就是协议内容了呀？啊，想起来又怎么样？他都把2份协议烧成了灰，还冲进了下水道。你毁了我的协议，你看，你是补给我一份，还是把你那一份也毁掉，免得他总觉得心里没底。战印轻轻地推开他，低手与他对视着。海童咽了咽口水，每次与他对视，他都无法忽略他的帅气，总想占他便宜啊。如果他一直这么温柔，不用1个星期，他就敢煎着来吃了。那胆子练得再大一点，还能每天变着花样来吃。在海童脑补着各种吃法的时候，耳边响起了战印低沉的嗓音。他问我们什么时候签了协议啊？他表情错愕，像是不相信战印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初你去你写的协议啊，然后让我签的，说半年期限。战印神色自若，淡淡的道，你把协议内容背出来让我听听。海童张张嘴，有点哑言。隔了那么久，协议上的内容呢，他记得不多，只记得为期半年，就彼此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什么的。海童，你可能是最近过于操心你姐的事情，出现了幻觉啊，觉得我们签过协议，事实上我们没签协议。你真觉得我们签了协议，等你回家后，我敞开房门，让你进去搜，你能把你说的所谓的协议搜出来，我就相信咱们真签了协议。海童张嘴结舌，哎，他们明明签了协议的，他这是delay。战印低手在他唇上戳了戳，然后温沉的道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带兄弟们出去吃饭，梁姨留下来也能帮你们分担一下。海童还处于震惊的状态，一向高傲冷冽的战印竟然delay，不承认他们签过了协议，让海童太震惊了。听了他的话，他就只知道傻傻的点头，看着他错愕震惊的样子，战印嘴角往上翘了翘，拥着他的手松开，我走了。哦，好，你请兄弟们吃饭，我给你转钱。不用，我有钱，咱们俩不用分得那么清。海童掏出手机想操作一番的战印已经回到大厅里，他停止操作手机，看着他招呼着弟弟们出去吃饭，还不忘吩咐梁姨给他姐妹俩做饭。他就知道此刻姐妹俩肯定没有心情跟着他们出去吃饭的，却又怕他们心情不好不想吃，所以留下梁姨既是给他们做饭，也是盯着他们吃饭。我跟着你们跑了一天，也折腾得累了，阿印，奶奶跟你们出去吃饭，然后回家休息休息。那老太太选择了跟着孙子们离开。她叮嘱着从阳台上走进来的孙媳妇，彤彤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们。放心，天塌下来，他们兄弟几个够高，能撑住，压不到你们的。他老人家的话暖透了海童姐妹俩的心。奶奶，我会的。海童送着老人家出门，战印，你照顾好奶奶。老太太笑道，我不指望她照顾我，她不气我就行了。战印，奶奶，你孙子也要面子的，你在我老婆面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？就老说她的坏话，她还够孝顺啊。为了帮奶奶报恩，在没有爱上海童之前，她都娶了她，做的还不够多。奶奶还老是在海童面前说她的坏话，这样子还想早点抱曾孙女呢。她都要抱着枕头度过漫漫长夜，奶奶老人家也抱枕头当曾孙女啦，得了。战印兄弟8人簇拥着奶奶走了。就一行人去了管城大酒店吃饭。酒店的大堂经理看到8位少爷簇拥着老夫人进来，但没有带着保镖，他顿时不知所措，能不能恭敬地问好啊？可是2少爷说了，只要大少爷没有带着保镖，那他就要把大少爷当成曾通的客人，他不认识大少爷。
在大堂经理纠结的时候，战印一行人已经进了酒店，从大堂经理面前走过。兄弟8人个个都气度非凡，走进酒店，瞬间就引来了无数人的侧目。听到兄弟几个轻声细气的和老太太说话，听着他们叫着奶奶，路人投给老太太的眼神满是羡慕。哇，这老太太太幸福了，拥有8个俊美非凡的孙子，简直就是不给别人活路了呀，羡慕死了。老太太，别羡慕我，就是孙子太多，他们的婚事就够他老人家头痛的了。饭后呢，战印对战义臣说道：“义臣，你带奶奶回老宅，我去一趟苏家。周鸿林转移财产的证据还在苏南那里，苏少主今晚也在家。”战印就跟宫南说了，他自己过去拿。我不回老宅，老太太拒绝。海童今晚不回家，奶奶你没有好戏看。不回老宅，留在明苑花园也是无聊，明天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老太太瞪了战印一眼，我不嫌无聊，我也不是看戏，我就是想我孙媳妇了，要跟我孙媳妇住，反正不是跟你住啊，你管不着我。战印哭笑不得，那是我的房子啊，你当家吗？战印一噎，在家里呢，他都是让海童当家的，不当家没有话语权，闭嘴吧你。这是亲奶奶，亲奶奶，他忍再忍啊。老太太一边起身一边吩咐着孙子们，明天去找那家人索赔，你们兄弟几个还要再集合一次。哇，把洋洋打成那样，不索赔太便宜他们了。战义臣代表弟弟们说道：“奶奶，我们既然管了这件事儿，一定会管到底的，您老别担心，把那家人的底细都摸清楚，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，看他们还嚣张不？”战印接话：“奶奶，我已经在做了。”老太太难得夸他一句，反应不错。你要是用这样的心思去对彤彤，我明年准能升一级当太奶奶。战印一脸黑线，奶奶真的是鼓励他时又打击他。老太太最终还是上了战义臣的车，就回老宅当老太君去了。至于一回去就被九少抱怨不带他，老太太呵呵的笑，爽快地说：“那明天你也跟着去冲个人头数。”九少最精彩的都错过了，才叫他去冲人头数。那另一边呢，战印坐着他的专车，在保镖们的簇拥下，浩浩荡荡地去了苏家。他没有去苏南的家里，而是去了苏家主那里。苏南正和苏少主说着话，两个人属于隔了一代的堂兄弟，但不妨碍他们俩手足情深。一名黑衣男子走进来，走到两人的面前，恭敬的道：“少主，南少战家大少爷来了，请他进来。”男子呢，恭敬的应了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苏南指指桌面上的那只黄色文件袋，战印是来拿东西的，他亲自过来也是冲着我来的。苏少主唤来了佣人，吩咐佣人沏茶，准备待客的水果。他经常动用自己家的力量帮着苏南，不是帮着战印办事。战印心知肚明，亲自前来必是向他道谢。战印早就想来见见哥的了，师哥太忙了，经常不着家，他没有机会。他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哥的朋友，朋友之间相互帮助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哎呀，你在战氏集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，哥是真心为你开心的。苏少主拍了拍苏南的肩膀，好好干吧，不过也别只顾着工作，也得考虑考虑你的人生大事。我沈老师念叨着你多少岁了，女朋友都没有一个。哥，你比我还大呢，你都没有女朋友，我着急啥？苏少主当我什么也没有说过。刚才那名黑衣男子请着战印进来，战印的保镖团帮忙把战印准备的见面礼送进来后，就默默地退守主屋门口。战印，苏南起身迎向他，苏少主也跟着起身，不过他并没有迎向战印。等战印近前了，由苏南介绍，两个人各自伸出右手。苏少主久仰大名，我对战大少爷之名也是如雷贯耳，今晚一见，方知百闻不如一见。两个人握了握手，苏少主请着战印坐下。战少来就来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来，太客气了。应该的，他常麻烦苏南帮他调查这个调查那个的，
用的都是苏家的信息网。现在苏家的信息部门是由苏少主掌控的，苏南帮他就等于是苏少主帮他。平时苏少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他一直没有机会来见一见，今晚难得苏少主在家，他就赶紧过来了。客气一番后，苏南拿起黄色文件袋递给战印，你要的证据都在这里了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你那个扎连金啊，真正的存款有100多万。他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，赚到的外快也是越来越多。把这些证据交给他的老板，我想，哇，肯定很精彩的。其实不必打压威浩电子公司，只要把周鸿林捞外快，吃回购的证据交给威浩的老板，周鸿林的经理生涯都到头了。不过，威浩电子公司跟战氏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是竞争对手，战印是借机打压一下对方，等到对方杠不住了，再把周鸿林捞外快的证据交出去，透个风，想保住公司，就把周鸿林和叶佳妮开除。威浩的老板那会儿肯定对周鸿林和叶佳妮恨之入骨的，无端替公司招来了祸事，绝对不会让那对渣男贱女好过。战印这是既能打压对手，又能处理周鸿林和叶佳妮，一箭双雕。战印从文件袋里拿出周鸿林转移财产的证据，认真的看过一遍后，脸色渐渐变得阴沉。听奶奶说，周鸿林准备的离婚协议书写着房子车子都归他，存款不多，只肯分3万元给他大姨姐。那周鸿林所有存款加一起，那再算上他花在叶佳妮身上的钱，都超过200万了。起诉离婚，分割财产，海玲至少能分到100多万。苏少主的手机响了，他接听电话后，歉意的道：战少，我有急事要出门一趟，失陪了。战印忙站起来，苏南，你替哥好好的招待战少。苏少主叮嘱了弟弟一句，就走了。苏少主都走了，苏南便带着战印去了他家里。然后呢？战印听了一个晚上苏木吐槽苏南步入了大龄剩男之列，还没有女朋的话，好不容易从苏家出来，战印对苏南说道：下次你妈在家里，你别叫我来你家里坐坐。苏南呢，笑嘻嘻的，左边耳入右边耳出就行了。你和沈小姐相亲怎么样？没跟你家里提一嘴啊？少主知道其他人都没有说，免得字还没有一撇。他们呼啦啦的去挤车的人，把人家沈小姐吓破胆。战印同情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要是得上演，就努力努力，脱了单就好了。脱了单又催生，生了又催生2胎3胎的，他们当长辈的就没有消停的时候。苏南压根儿不相信脱了单父母就消停。没到战印答应了战奶奶娶海童为妻后，战奶奶还在不停的跳，想让2个人早生贵女吗？沈小姐很对我胃口，就是性子直了点儿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有时候让我哑口无言，无从反驳。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因为她也就喜欢沈小军这种性格的女孩子。哎，那你主动点。苏南能和沈小军对眼，战印很满意，也不枉他亲自下场牵红线。苏南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在苏南的目送下呢，战印带着一班保镖离开了苏家。隔天呢，战印早早就来到了光明小区。他事先打了电话给海童，海童在光明小区门口等着他呢。见他的车子后，海童就笑着走向他。那战印下车，想起了什么，回身又从车上拿下一束花。童童，他对海童的称呼都变了。海童到他手捧着花束，一下子就想起了他第一次送他花的时候。哇，那纠结的样子可把当时的他急坏了。后来把花束给了他，还多此一举地说没有其他意思。他越是嘴硬傲娇，海童越开心，证明了他在感情方面纯得像一张白纸，属于高智商低情商，开窍特别慢的男人。他就喜欢由他来给他开窍。好老公是要自己去调教的。这束花吧，我觉得战印送花还是送的不习惯呀。他拼命的搜肠刮肚的想找个好借口，却发现此刻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借口都想不出来。
只知道两手捧着花束递到他面前。海童就很自然地接过了他递过来的花束，低头闻了闻花香后，抬头笑道：“这束花很漂亮，也香，我很喜欢。”大清早的就收到了自家男人送的花束，海童的心情比那刚爬上高空中的太阳都要美丽。战印就打蛇随棍上，赶紧说道：“你要是喜欢，我以后天天都给你送。”海童心里甜丝丝的，也不用天天送啊，咱们家里就没有花瓶插花，我抽空去买花瓶啦。他有这个心，海童很开心，不过他还是拒绝了。在战印还着急的想说什么的时候，他一手抱着花束，一手勾上他的脖子，把他的头拉低，他凑近前去，小声说道：“家里别放太多的花，否则主人会越来越花心。”说完他还拍了拍战印胸口，意思是叫他别花心啊。还有这种说法吗？改天问问苏南吧。海童上了他的车子，战印也回到车上，一边把车子开动，一边问他：“洋洋怎么样了？”还没有完全消肿，昨晚发烧了，哭闹了一个晚上，今早退了烧，也哭闹得累了，才在我姐的怀里睡着。提及洋洋啊，海童美丽的心情又变得低落。战印，海童偏头着他就说道：“如果啊，我说的是如果我们以后也会有孩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关系怎么变，都不要伤及孩子，行吗？”战印一下子刹住了车。他也偏头着海童。夫妻俩四目相对，都能从对方的眼神里到了认真。他没有对他说过他的话，但他对他的感情融入了他的日常行动中。他也没有说过上他的话，对他却是越来越依赖。夫妻俩都知道，他们已经一点一点地融入了对方的世界。战印伸出手，轻轻地摸着海童的脸，他在亲过身子。俊脸凑近前去，在他闭上眼睛时，细碎地吻落在他的额上、脸上、唇上。海童，你若倾心待我，我必回以深情。我的心也很小，若让你入住了，就只装得下一个你，无法再容下别人，我们的关系不会变的。若有孩子，那是我们生命的延续，我宁愿自己受伤，也绝不伤害咱们的孩子。海童睁开眼，对上他的黑眸，他的眼神深如无底洞，却又带着一股吸引力，吸引着他，让他不由自主地跳进那两汪深潭里，与他一起沉沦。战印，我想我是喜欢你了。战印轻笑，再次在他唇上戳了戳，说道：“我是一艘通往幸福彼岸的船，你若愿意，欢迎你上船与我一起航行。”顿了顿，他说：“不过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，你对我是真的喜欢还是感激，别把两者混为一谈。”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你说的也对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。那他对他的到底是喜欢还是感激？要是真的只有感激没有怎么办？”见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的样子，海童哈哈的笑，推开他笑道：“开车吧，别停在这里挡了别人的路。”战印坐正身子，恢复了正儿经的样子，好像刚才说那些勾人心魂的话不是他。他重把车子开动。洋洋的事让海童深有感触，说了那些话，却也让两颗心挨得更近了。车内呢，除了音乐在响着，夫妻俩都没有说话。回到了海玲的楼下了，战印忽然说了句：“离婚对孩子的确伤害很大。”海童接话：“但有的婚姻实在没有必要再维持，那样的婚姻不结束，对孩子依旧是一种伤害。”战印不说话了。战印停好车后，记起了周红林转移财产的证据，叫住要下车的海童：“我拜托朋友帮忙调查了周红林转移财产的事，我朋友很给力，证据昨晚给我送来了，我放在车后座，那个黄色文件袋装着。”哇，你朋友真的好给力啊，这么快就帮忙收集好证据了。海童对于他那个朋友除了感激就是好奇，很想见识见识。他以为得要很长时间才能收集到证据呢，毕竟周红林不是现在才转移财产，而是早就开始的了。不过呢，是1天时间，对方就收集好了证据。
战印，你那个朋友不开侦探社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海童下车后，拉开了车后座的车门，拿起了放在车后座的那个黄色文件袋。他家族里有人专门干打探消息这一行的，他们人脉多，办事效率高。苏家的信息网覆盖范围很大的，那管城又是苏家的老巢，信息网在管城就更加的强大。可以说，只要苏家想知道，就没有他们知道不了的事。不过，苏家收费很贵，一般人也请不起苏家人办事。这样的人，我一直以为只存在语里，没想到现实里真有这么牛逼的家族啊！海童拿到了黄色文件袋后，又把战印送他的那束花放回车上。战印看着他，海童解释，我姐现在心情恶劣，我们俩别在她面前秀恩爱啊。他凑近前去，在他脸上镶了一个，笑道，我知道你给我送了花就行，秀恩爱的机会多了去啊，不必急于一时。战印释然，你们姐妹俩感情真的很好，相依为命10几年，我姐为我也付出了很多的，她就比我大了5岁吧。在骤然失去双亲时，她既当姐又当妈，把我拉扯大。在我心里，我姐是我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人。她和战印一起往大楼里走去，你和你的弟弟们感情也很好，他们都很尊重你这个当大哥的，对我这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大嫂也很尊重。战印笑了笑，我们家长辈打小就教育我们要兄友弟恭，家和万事兴，说一个人再厉害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也是需要有朋友、有亲人的支持帮助才能立世，独木难支呀。他打小就是家族内定的接班人，成年后接管了庞大的战氏集团，兄弟们都是以他为中心，相互扶持，相互帮助。不过最大的压力是压在他身上的，他一个人挑了最重的担子，弟弟们能不尊重他吗？有人帮他挑重担，他能把对方当成祖宗敬起来。夫妻俩一起上楼，回到屋里，看到梁姨坐在沙发上打瞌睡，听到开门声，梁姨醒来，看到是海童夫妻俩，她忙站起来，堆起笑容，战先生，海小姐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梁姨，你等会补一下眠，这几天也辛苦你了。就梁姨了一声，昨晚因为洋洋发烧哭闹不休，3个大人都没睡好。海童进房里看过姐姐母子俩，见母子俩总算睡得香甜了，他略放下心来，轻轻地摸了摸洋洋还没有好转的脸，他俯下身去，在洋洋的小脸上亲了亲，低声说道，洋洋，小姨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。海童轻手轻脚地退出了姐姐的房间。梁姨，我姐和洋洋好不容易睡了，先别叫醒他们，煲点粥，等他们醒来吃就行。梁姨点头，我会的。3人一起用的早餐，海童特意给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，喝了提提神。梁姨吃饱后先离开小餐厅，趁他走开了，战印伸手握住海童的一只手。彤彤，战印温沉的开口，你留在家里休息，我去就行。海童反握住他的手，宽慰他，我没事，喝一杯咖啡能撑住啊。再说了，去了任家，说不定还要吵架。你不如我，可能你们几兄弟都吵不赢周红英。他们都是有修养的人啊，吵架肯定不在行。我是洋洋的小姨，那洋洋被他们欺负成这样，我一定要去替他讨个公道。昨天洋洋晕了，我只顾着洋洋，没空跟人家计较。现在洋洋稍微好点了，就我有心情去跟他们算账了。战印深深地看着他，海童笑，战印，你别老是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像是在要勾引我似的，看得我心跳加速，胡思乱想，恨不得扑倒你，把你吃了。战印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战逸晨打来的。他接听电话后，战逸晨在电话里说道，大哥，我们都在 XX 高速路口的收费站等着了。好嘞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战印挂了电话，对海童说道，他们在昨天那个地方等着我们了。海童忙把未喝完了咖啡3两口就灌完了，那又交代了梁姨几句，夫妻俩才离开了海玲的家。
半路上，海童却接到了商小飞的电话。海童，你收到我发给你的相片了吧？看过后有没有熟悉感啊？商小飞听海童说他老家那边有人收养过女儿的，奢望能通过海童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，帮母亲找回小姨。他妈妈今天就会从海景别墅回家。商小飞很希望在妈妈回来后，他能有个好消息送给母亲，让母亲开心开心。海童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小飞，我是觉得你小姨让我有点眼熟，像洋洋要是扎着小辫子，穿着小裙子，和你小姨就有几分相似，可能是小孩子小时候都差不多的吧。”怕商小飞误会他想乱蹭关系，海童又赶紧解释：“小飞，我没有其他意思的，就是细看下，觉得洋洋和你小姨长得有几分相似。过几天等我有空了，我看着你小姨小时候的相片，试着画一下你小姨长大后的样子。那洋洋如果和商小飞的小姨相像，等于是说他的妈妈是商小飞的小姨，可他妈妈早在15年前就死了。”商小飞一下子不说话了，他的沉默让海童忐忑，担心商小飞误会他，再次说道：“小飞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帮你画画你小姨长大后的样子。现在我没空。我说洋洋和你小姨有点像，可能是小孩子都差不多的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商太太寻找妹妹多年，肯定也有人为了攀富贵冒充的。”海童不希望商小飞误会他。